大家好，我是来自奇效实验室的范雪伦。梅子的季节又到了，今年我主要会用青梅来制作梅酒与梅石青，也就是韩国传统的梅子糖浆，并且和大家一起拆解配方以及了解比例背后的原理。在开始制作前，无可避免的必须先把梅子处理好。很多人觉得这是个耗时费力的苦工，但其实掌握方法的话，是可以比想象中快速处理完成的。首先，在沥水篮上铺上一层干净的布，做好准备，维持着细小的水流，再用牙签或是前端较尖的工具把蒂头挑出来。蒂头容易藏污纳垢，不挑出来的话，在后续制作过程中有可能会贡献杂质与杂味。过程力道要轻柔，避免弄伤梅子。挑出来之后冲洗干净，就马上放到布上吸水，整个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省时省力。梅子的风干只要到表面摸起来不湿，没有水珠就可以了。风干是怕梅子表面上的自由水稀释了等一下浸泡腌制要用的酒精与糖分，尤其是在糖渍的时候，自由水会在初期稀释糖分，让渗透压建立得比较慢，增加杂菌生长的机会。因为自由水最容易累积在蒂头的凹槽处，我们可以透过吸水或是入罐前加强擦拭就可以快速解决，除非你处理的梅子量很大，不然不需要长时间吹电风扇，甚至放过夜，这样反而有可能让梅子变得不新鲜。再来是瓶器的消毒，并不是所有的玻璃瓶都是耐热玻璃，也不是每个瓶器配件都经得起高温煮沸，要清楚记得是否耐热不太容易，因此无论是腌制或发酵，建议都使用食品级酒精消毒后擦拭晾干就可以了。首先来泡梅酒，日本很常使用4公升的玻璃瓶来泡酒，这是因为日本用来泡果实酒专用的烧酒都是 1.8 公升，酒精浓度标准为35度，通常会搭配1公斤的梅子和1公斤的糖，这也是美酒大厂秋雅官方公开的黄金配方，做起来刚好适合4公升的瓶器。配方的口味都是看个人，但重点是梅酒成品的酒精浓度建议要在20度以上，才适合长期保存。计算成品的酒精浓度其实并不难，砂糖溶解后增加的液体量可抓为其重量的 60%， 也就是100公克的糖融化后会让液体的体积增加约 60ml。 青梅的出水量则和糖量有关，假设你1颗糖都没加，那么梅子只会释放香气物质，水分释出极少，泡酒也不容易皱。如果是梅子和糖的用量为1:1的情况下，根据日本的浸渍研究方向，出水率大约在梅子重量的40至50% 之间，我们可以概抓为 45%。 如果糖放的比梅子少，建议可以一样用 45% 计算，并知道你实际的酒精浓度只会更高即可。详细的资讯与算式我会放在资讯栏位，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样我们也可以知道低于20度的酒类都不适合在常温下长期泡酒。这次我使用了酒度 37.5% 的伏特加，梅子比酒比糖的比例是1:1:0.3，梅子出水率以 45% 去计算的话，成品的酒精浓度也有 24%， 实际还会更高，常温长期保存就不用担心。接下来来做韩国的梅石青，也就是常温熟成的梅子糖浆。我们要让砂糖包覆着青梅，让梅子在高糖度的环境下逐步释出果汁。由于果汁释出是需要时间的，这期间如果有部分区域糖度较低，又暴露在空气中，就会提高微生物活动的可能，因此建议使用细粒的砂糖，减少失败的机会。黄褐色的砂糖通常未经脱色，精致程度较低，会带有焦糖以及矿物的香气。如果想要完全干净的梅子清香，就可以选用精炼的白砂糖。
制作梅石青时，糖与梅子的重量比通常是1:1，完成之后会当作风味糖浆使用在各种泡菜、小菜与料理中，也可以兑气泡水饮用或拿来调酒，所以不要被糖的使用量吓到而减糖，因为我们是要依赖高糖环境来抑制附着在梅子表面的酵母菌活动，避免明显发酵。以台湾传统的阿嬷酿酒法来说，梅子比糖大约是2:1，这样一来，等梅子开始出水，糖度被稀释之后，就更容易让酵母活动起来，开始产气，并生成酒精。之后如果持续接触空气，甚至还有可能再往醋酸的方向走，但这些都不是梅石青要追求的结果。最后记得要在顶部多留一层砂糖封口，避免最上层的梅子在还没沾到糖浆之前就已经暴露在空气中。封好之后，接下来就交给时间。刚完成时，梅子还保留着美丽的青绿色泽。接下来我们就观察一下入罐后几天的变化。这是12小时后的状态，梅酒里的青梅绿色已经褪去大半，而梅石青这边也还只有表面微微湿润。再到24小时后，就可以看到底部已经开始累积糖液，梅酒里的梅子也随着糖慢慢融化，开始往上浮。2天后，随着底部糖液慢慢增加，封顶的砂糖也离瓶口越来越远。这个时候液体还不够多，还不足以滚动，我们就注意一下顶部不要有青梅露出就好。梅酒这边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操心的，稍微滚动一下，让浮起来的梅子沾点酒精就好，意思意思。3天后，糖浆顶部因为砂糖塌陷的关系，有部分青梅露出在空气中。保险起见，可以靠滚动，或是用消毒过的器具把梅子往下压，让梅子沾附糖浆。梅酒的话，青梅整个已经漂浮上水面了，不过没有关系，久了就会沉下去的，有空想到摇一下就好。再来是第4天，摇动过后，有部分的青梅已经浮在液体上了。这时候只要确保每颗青梅表面都有沾附到糖浆就可以了。不过我自己依照过去的习惯，把瓶器倒过来放了一阵子，反而因为瓶器比较大，液体量也比较多，矽胶圈有点挡不住，出现了些微渗漏。隔天我花了一点时间开瓶清洁消毒，再把底部的砂糖稍微拌一拌之后才重新封瓶。用全砂糖制作比较容易担心底部结块，有些韩国家庭做法会在底部先放液态寡糖，砂糖只放在中层和顶部，这部分就等下一批梅子到了再来试试看。接下来的几天记得稍微滚动一下就可以了。梅石青建议至少保存半年以上再开始使用。至于梅子本身，则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选择在45天、100天或是1年后再捞出。越早捞出，风味通常会比较干净；晚一点捞，则会更浓郁、更有层次。最后，如果还有剩下的青梅，建议不用急着处理，可以先放进保鲜袋冷冻起来。之后，不管是要制作之前介绍过的速成版低温冷藏糖浆，还是拿来泡梅酱油、梅味噌，都很适合。详细做法可以参考之前的影片，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方便大家参考。今年我也很期待有梅石青的加入，无论是泡菜、小菜还是料理，都能做出不同于往常的风味。希望这次的分享也能为你今年的梅子季带来一些灵感。我是来自奇效实验室的范雪伦，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我们下次见。